我在曼谷生活了1个礼拜，我把所有的花费统统记了下来。结果好像跟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哎。在流动里找安定。大家好，我是池小草，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实验。这一周我不是在旅游，而是在生活。为什么会先讲这一句话呢？因为我觉得花费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像是如果来旅游的话，你可能会有一些观光的费用，去大皇宫参观啦，或是去一些博物馆，这些的费用我是没有的。我多了一些是课程，也就是曼谷在地课程的体验。这部分的费用我觉得单价有点高，等一下后续会跟大家做分享。我觉得我这一个礼拜呢没有特别的奢侈，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的节俭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数据，如果大家也是要来旅居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哦。那在曼谷吃的部分有非常多的选择，小吃啦、餐厅啦，这些都有。我想要先来跟大家一起去我家走路大概5分钟的面店，之前就很想吃，但我那天要去吃的时候它没有开，所以今天大家就陪着我一起去吃，也顺便来解析一下曼谷吃的部分费用如何。萨瓦迪卡，你的。OK。好，你有啊？不聊。这里不能直接用现金买，要先到服务台储值，然后用这个去付钱。所以我做一件超级白痴的事情，我点了这个餐之后呢，我以为图片上的这一个是青木瓜，结果它是蛤蜊炒面，所以我今天晚餐就是要吃2份。吃的部分我一整个礼拜总结下来花费是1585元。除了吃的之外，我也有喝咖啡的习惯。在台湾的时候没有每天一杯，但是到了这里之后，每天都喝冰的。就算不是喝冰的咖啡，像前几天也喝了一个超好喝的山竹冰沙。第一天下飞机的时候又有喝巧克力冰沙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每天都有凉的这一份支出。咖啡厅喝咖啡偶尔会加一点蛋糕，所以这部分的支出呢，也要跟大家来做分享。现在时间已经快5点了，我怕喝咖啡真的会睡不着，所以我点了一个 Thai Tea Chocolate， 看得出来有渐层，因为这边是太奶，然后这边是那我还是点了茶，还是睡不着。A cup of mocha ice. Classes, 25, 50 or 100. 50 and 1 New York cheesecake. 刚刚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店员送菜的时候，我觉得那颜色不太对，我就跟他说我点的是 mocha， 没想到他跟我说哦，他以为我要点的是 mocha， 可能是我自己英文真的很烂，所以发音也很不好，但他就是脸部表情完全就是非常和善，也没有任何不开心，他就说那我帮你换一杯。抹茶跟 mocha 的价格差了10块，抹茶比较贵，我本来要拿10块给他，跟我说没关系不用，哇，赚到。老实说，咖啡的总费用有点吓到我，真的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，费用蛮惊人的。不过我觉得曼谷的咖啡厅均价平均的价格真的有比较便宜。那这一周我的咖啡花费是860元。至于交通的部分呢，我本人在曼谷最长就是像现在这样子。是的，就是直接走路了。除了走路之外，如果要搭车，我都是依赖空铁还有捷运。那我这趟来曼谷也有跟朋友约出去体验泰拳啦，有没有一起去
逛夜市。距离比较远的话呢，朋友就会叫嘟嘟车或者是 Grab 一起前往。嗨，超可爱的。OK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这一周我又走路，又坐 BTS， 又坐 MRT， 再加上嘟嘟车以及 Grab， 总共加起来的花费是925元。那我这周也有做了一些在台湾没有做过的体验，像是泰拳啦，还有泰式的瑜伽。那瑜伽的部分发生一点小小的糗事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做分享。那我们先回到价格的部分，这边的课程就是你买的越多堂，单堂就会比较便宜。我就是买1堂的体验课，所以单价来说真的是比较高一些，但还好我有用朋友的折扣码，所以就折价了一点。我会建议大家来到泰国之前有想要做这些体验的话，可以询问认识的朋友，或者是说上网多比较一下价格，每间的价格都不太一样。前2天在 App 上面报名了一个泰式瑜伽课，想说瑜伽就是会有老师在前面教，就到了现场之后我才知道，哇靠，这个是一个早自习的课，有老师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做动作，他在旁边帮你纠正。在我不会泰文，英文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我就跑来上了一堂瑜伽的早自习课，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啦！沟通的过程根本就是鸡同鸭讲，再加上比手画脚。总而言之，我还是做了1个小时的瑜伽。OK， 人生的奇特成就。泰拳体验课1堂是480元，这部分我有拍影片，到时候会上片跟大家分享。那瑜伽课的部分是380元，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办法摄影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拍画面跟各位做分享喽。好的，要来总价了，计算机拿出来，我自己也还没总价过，我现在其实也有点紧张。总价的费用是4230元，老实说比我预计的还要多哎。因为来到泰国之前，大家都说哇，泰国很便宜啊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我来的又是曼谷，也就是泰国的首都，所以这个价格好像也有一点合理。如果是用这个金额，虽然不是到非常的便宜，虽然不是到完全不用考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，但是这个金额好像思考，努力一下，也许是可行的哦。那我觉得这一周对我自己最大的差别，并不是费用上面的差别，而是整个生活模式还有环境的变化。在台湾就是会
当迷上一个剧的时候，我就疯狂的追剧，然后滑社群的时间超级多。但我这一个礼拜真的把自己的 schedule 排得非常的满，除了剪片、除了写脚本之外，体验的课程啦，或是在这边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方式，让我整个生活变得超级充实。我完全是零看剧的时间，也很少滑社群，这个真的是目前为止我最大的改变。那当然，我在这边才生活1个礼拜，到底1个月之后我的感受又是如何呢？请大家继续收看下去喽。这是吃小草的流动生活实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